此时的叶晨心中多少有些迟疑，他并非怀疑这些人的承诺，只是他很清楚，一旦有新人要追查今天发生在这里的线索，并且找到他们这些人的身上，对方绝对有10000种办法让这些普通人开口。不仅能让他们开口，还能让他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而对叶晨来说，不仅是父母之仇未报，就连那个要杀害外公外婆全家的神秘组织，眼下也没调查出什么实际线索。这种情况下，叶晨说什么也不能过早让自己的身份公开，所以他便对这些人说道：诸位，我让人先把你们带出去，稍后等我办完手里的事情，还有些事要跟诸位面谈，待谈完之后自会还你们自由。此时叶晨的想法是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用灵气将这些人今日的记忆抹去，然后再让万破军安排人把他们送回他们来时的地方。如此一来，不管是谁找到他们，想调查他们这段时间在墨西哥的全部经历，也不可能从他们口中问出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。此时铁牢之中，那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哽咽着哀求叶晨道：叶先生，能不能拜托您让我把我儿子也带出去？叶晨以为他儿子便是这些人其中之一，便点头说道：您放心，所有人我都会带出去的。老太太哭着摇了摇头，随即将颤抖的左手从铁栏杆中间的缝隙伸了出来，指着对面简易手术室里躺着的一个人，哭着说道：那个就是我儿子，他们前段时间割了我儿子半个肝脏，今天又摘了我儿子的一颗肾脏，我怕他已经不行了。叶晨表情一凛，随即立刻用灵气感知了一下，当时发现病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此时已经奄奄一息。如老太太所说，那人被这群魔鬼残害之后，身体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，怕是随时都有可能气绝身亡。于是叶晨立刻看向那个阿亮，冷声道：快点把门打开。阿亮不敢耽搁，连忙拿着钥匙将铁门打开。随后叶晨向那老太太说道：您去看看您儿子吧，他快不行了。老太太一听这话，顿时嚎啕大哭，整个人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几乎就要昏倒。好在里面几名同样被关押在这里的受害者及时出手，才将老太太搀扶住。老太太回过神来，顾不得身体虚弱，连忙对身边几人哀求道：求求几位小哥扶我过去看看我儿子。几人连忙搀扶着老太太从里面出来，直奔对面的手术室。此时床上躺着的那个中年人气息已经极其微弱，老太太扑到手术台前，哭着说道：幺儿，幺儿，你醒醒啊，幺儿，你看娘一眼，跟娘说句话行不行？娘求你了，我的幺儿。中年人已然到了生命末端，连呼吸都已经趋近停止，又怎能听得到老太太的呼唤？叶晨感觉这老太太的身体也已经快要不行，连忙走上前去，开口对老太太说道：老人家，您的身体也很虚弱，千万不要悲伤过度。对叶晨来说，他的回春丹和散血救心丹基本上都能救活老太太的儿子，但是叶晨同样很清楚，这些丹药无一例外全都价值连城，就算是自己身边的人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人手一颗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他自然不想拿一颗出来救一个陌生人。在叶晨看来，这虽然有些无情，但也情有可原。毕竟这世界上苦难的人多，垂死的人也很多，自己不可能谁都救得过来，能救下其他人，包括这位老太太，已经算是莫大的功德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过于悲天悯人？老太太此时泪雨滂沱，哭着说道：我这个幺儿被人骗了，说什么都要来墨西哥当海员，说是炮击年船就让我享清福，我劝他别来，他说什么都不听，我想着陪他一起过来看看。
自己也能放心，但谁能想到，竟然被这帮畜生骗到这里。说着，他抬头看向叶晨，苦苦哀求道：叶先生，我求求您，我求求您，让人把我儿子抬出去，您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帮我找一辆救护车，如果救不回来他，我就认命了。叶晨叹了口气，认真道：老人家，他的情况不只是虚弱，他现在连器官都不全，已经就不活了。别说在墨西哥这种穷乡僻壤，就算现在把他放在纽约，也不可能有人能救活他治得好。老太太哭着说道：治不好我也要治，哪怕把我的肾给他一个，只要能让他多活10天半夜，我也愿意。叶晨摇了摇头，认真道：老人家，您的身体情况，别说给您儿子一颗肾了，就算是手术全麻需要的麻药剂量，您都承受不了。老太太愣了半晌，看了看叶晨，又看了看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儿子，似乎已经认了命。于是她颓然地滑坐到了地上，痛苦至极地喃喃道：我有4个儿子，前3个都夭折了，只有我这个幺儿活了下来。这么多年我跟他相依为命，他要是死了，我也活不了了。说着，老太太抬头看向叶晨，苦苦哀求道：叶先生，到时候还要求您大发慈悲，安排几位壮劳力帮我们娘俩挖个坑埋了，也算是入土为安了。叶晨没想到老太太竟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尚且在世。眼看着老太太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叶晨能断定，一旦他儿子彻底没了呼吸，他也大概率会因为悲愤过度而当场死亡。沉思片刻，叶晨轻叹一声，开口对那老太太说道：老人家，您先不用这么悲观，我这里有一颗丹药，或许能救您儿子一命。说着，叶晨掏出一颗散血救心丹，递到了老太太的面前。也是看着老太太实在命苦，叶晨不想自己刚把他们从火坑里救出来，而一转眼间，他们母子2人就撒手人寰，埋骨他乡，所以才决定出手相助。老太太见叶晨递过来一颗药丸，忍不住问他：叶先生，这个真能救我幺儿的命吗？叶晨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入口就能救命，不过您可以一半给他服下，另一半自己服下，这样一来，您儿子能活过来，您的身体也能改善一些，您岁数并不算非常大，以后要是顺心如意，活到90也未必是梦。老太太听闻这话，顾不上多想，感激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谢谢您的大恩大德。说着，便不假思索地将整颗药丸都塞进了儿子的口中。此时的老太太也不太相信这药一定有用，但她心里清楚，这已经是自己最后救的救命稻草，所以她必须要试上一试，搏上一把。而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那药丸一进到儿子口中，便立刻化成水流入腹中。就在她还有些错愕的时候，儿子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当他看见母亲就在眼前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娘，我还没死吗？老太太整个人顿时欣喜若狂，一把抱住儿子，哭着说道：幺儿，你没死，你还活着。老太太的儿子下意识地坐了起来，整个动作十分顺畅，看不出半点虚弱的样子。坐起来后，他有些疑惑地问道：不是说要给我做手术，摘掉我一颗肾吗？难道手术没做成？老太太先惊后喜，连忙拉着儿子，脱口道：幺儿，快给叶先生磕头，要不是他出手救你，你怕是已经死了。老太太的儿子还一脸诧异，可低头看到自己腹部那草草缝合的巨大刀口，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肾可能已经被割走了。只是他见老娘已经跪下，也顾不上多想，赶紧跟着老太太一起跪在了地上。老太太看着叶晨，感激无比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谢谢您救了我幺儿一命。
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向那中年人，认真道：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以后一定要善待老太太，好好给她养老送终。中年人依稀感觉到了什么，不敢迟疑，连忙说道：您放心，我会的。叶晨点了点头，恰逢万破军带着收下，开始将疯狂华雷斯成员的尸体往下搬，于是他便对万破军说道：破军，你把这些受害者都带上去，找个地方让他们休息。属下遵命。万破军立刻领命，对几人说道：几位请随我来吧。老太太此时忽然想起什么，伸手捋起右手的衣袖，将一条由鸡血藤制成的手镯摘了下来，递给叶晨道：叶先生，我也没什么好报答您的，这只手镯据我奶奶说，在我们家传了1000多年，是我们家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，还请您不要嫌弃。叶晨微笑道：老人家，既然是您家里传承的，那您就好好留着吧。老太太身边一个方才搀扶她过来的男人，这时候下意识地说到：这不是鸡血藤吗？于大妈，这鸡血藤手镯在咱国内西南地区还是挺常见的，路边摊10块钱就能买一只，您家里怎么传1000多年，传了这么个东西啊？老太太一脸严肃地说道：这不是鸡血藤，这是凤骨藤，